得了糖尿病啊，照样能活到99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啊！你看啊，张学良啊，中年就得了糖尿病，但是活到了100岁。演《阿甘正传》的汤姆·汉克斯啊，糖尿病10几年了，照样拍电影，当国际巨星。所以呢，你怎么对待糖尿病，它就会决定你往后是稳稳当当的活到老，还是哪天突然倒下。凭什么他们能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方法。如果你也知道糖尿病根本就不是什么影响健康的大问题，尤其是最后一件，还能帮你省下几十万的冤枉钱。先看第一件事啊，高血糖到底伤害的是你身体的哪个部分？我们门诊呢来过一位患者，咱叫他老周。这个老周啊，58岁，身体呢一直自我感觉挺好的。可是有一年啊，体检查出血糖偏高，医生呢让他注意点。他摆摆手说：“我又不疼不痒，能吃能睡，高一点怕什么？”从那以后啊，他把那个体检报告往抽屉里一塞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就没再当回事儿。拖了5、6年，后来呀，他上3楼就喘，这个脚后跟呢破了一个口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可是1个多月过去了，伤口就是愈合不了。他找我的时候啊，我一听就明白了，这不是小问题了。老周不知道啊，这个高血糖这东西啊，它不声不响的，但是呢，它会伤害2个地方。第一个是血管，糖进了血以后呢，这个血管就飘出一堆黏黏糊糊的糖。血管内壁那层细胞啊，天天泡在糖水里，这个泡着泡着就发炎了。一旦发炎，这个血管内皮就会出现裂缝，这个胆固醇呀、重金属啊这些物质就会一点点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，形成斑块，就跟你家里那个水管子啊结的水垢一样。这水垢呢，要是越长越厚，管腔呢就变窄了，也就是在血管里导致供血不足，要么这个啪掉一块，顺着血流卡到哪儿就出问题了。要卡到脑子里呢，就是脑梗了；卡到心脏就是心梗；卡在眼睛里呢就看不见；卡在腿上啊就会导致坏死，严重的呢还得要截肢。老周爬楼就是血管在报警，血管泡久了还会变硬，一硬血压就上来了。高血压的这一大根源就是血糖，这个呢下期咱们再讲。第二个呢是细胞，这个糖啊会在你全身到处点火，搞出慢性炎症来，逼得你的干细胞啊反复去修复、去分裂，分裂多了就会出错，就会变成癌细胞。而且啊，这个癌细胞啊最爱吃糖，你血糖越高，这个癌细胞长得就越快。你也别小看啊，老周那个伤口不愈合的脚，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伤口为什么难长呢？因为细菌也爱吃糖，细菌多了必然会导致感染，感染就会导致伤口无法愈合。所以啊，我们外科手术前要必查这个血糖。糖尿病人啊不轻易做手术的。不过这还只是明面上的伤，还有呢更隐秘的，藏在2种完全不同人的身上。这个我们门诊啊有个一胖一瘦2位患者。瘦的患者呢姓吴，人很瘦，吃的也不多，可血糖就是高。
胖的呢是位大姐，肚子挺大，血糖也高。哎，你看，同样是血糖高，可这两个人血糖高的原因啊，完全不一样。这得从胰岛素说起。糖并不是什么坏的东西，细胞要靠它供能。问题是需要工具把这个糖送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分解。这个工具啊，就是胰岛素。胰岛素呢是胰岛细胞分泌的，你就把胰岛素啊想成一把钥匙，细胞门上有一把锁，钥匙一开，糖就可以送进去了。那个瘦的老吴啊，是钥匙不够。为什么呢？它有3种可能。一是呢，这个胰岛细胞累的，它常年吃太多的糖，胰岛细胞常年加班，已经累垮了。二是呢，发炎，肠道菌群乱了，炎症呢顺着胰管一路发展进了胰腺组织，导致胰岛细胞呢不能正常工作。3啊，是胰岛细胞啊营养不良。比如说你缺这个锌这类的东西，胰岛细胞没有原料，就产生不出胰岛素这样的钥匙。那个胖大姐啊，正好相反，她的钥匙啊是一大堆，胰岛素足得很，可就是打不开锁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锁生锈了，一把钥匙拧不动，得2把、3把，还有那个10把才能打开。这个钥匙全耗在生锈的锁上了，血糖还是不能顺利的进入细胞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胰岛素抵抗。锁为什么生锈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会有胰岛素抵抗？你记住有4样的因素，一个是呢肥胖，还有缺维生素 D， 缺一种叫铬的微量元素。还有呢，有的人睾酮偏低血糖高从来不是糖的错，是管糖的那套系统坏了。血糖高呢，是因为缺钥匙还是生锈了。我呢根据这个把患者归类成4类，你可以自己对号入座。第一种呢，外观看就是很瘦，家里呢也有得糖尿病的。一查呢，这个胰岛细胞几乎都不产生胰岛素了，要么是天生的，要么就是早早把胰岛细胞累死了。这种办法只能终身从外面补，天天的打胰岛素，或者是带胰岛素泵。第二种呢，胰岛细胞还有点活性，就是不够用了。这种不用急着打胰岛素，重点是养这个肠道菌群这个肠道有炎症呢，就先养肠道，缺锌的补锌。最要紧的叫忌口，少吃碳水，少吃糖。第3种类型呢，就是胰岛素抵抗太严重了，对应的治疗方式不是这个养胰岛细胞，而是减重，补充那个维生素 D， 补铬元素补睾酮。你可能要问，补睾酮跟血糖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，因为这个睾酮参与肌肉的合成，而肌肉是身体里利用糖最猛的大户。肌肉多了呢，糖一进来就被分解利用，血糖根本就高不起来了。尤其是活动我们的小腿肌肉，是最好的那个降糖方式之一。第4种最多，就是缺钥匙和生锈这2种情况全有，这种最麻烦了，要得双管齐下一起管。你发现没有，4种情况呢，4种治疗方法完全不一样。可很多人他不分青红皂白，照着别人的治疗方式抄，这就引出了误导误治的那些事儿。用错了方法等于白忙活。现在在中国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特别火。我告诉你在海南博乐城那边就有这种治疗项目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是否合适，以为打一针干细胞从此就不用吃降糖药了，
不用打降糖针。我认识一位患者啊，他是满怀希望呢去到博奥乐城，前后花了20-30万，结果呢血糖根本就没降下来。他跑来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，很多人不知道不管用的原因是什么。其实呢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输进体内的那种干细胞啊，它压根儿就不具备分泌胰岛素的功能。能分泌胰岛素的干细胞呢，现在还在实验室试验阶段。他那种情况啊，属于我说的第3种，就属于大肚子啊，胰岛素的量很足，重点是胰岛素抵抗。他的问题呢是左生锈很严重，不是钥匙不够。那这种情况啊，输入再多的干细胞进去，等于配了很多把新钥匙，可锁生锈了，钥匙再多也打不开。那么什么样的人用干细胞才管用呢？这就是那种胰岛细胞还有一些，但是半死不活出工不出力的情况。这时候干细胞进去啊，就像那个积极分子，靠着一种叫旁分泌的方式啊，分泌点营养物质，把那帮状态不好的胰岛细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可就算这种它也会打折扣的。这干细胞有个使命，叫归巢效应。哪有炎症呢，它去哪儿？你要是有慢性肺炎，好，它就全到肺里去了，到那个胰腺呢就没几个了。所以你看连干细胞这种事儿，也需要先搞清楚你是哪一种情况。最后这件事是大多数人最想要了解的。我没有得病，或者血糖就高那么一点点，平时该怎么预防？我给你讲2个积极的案例啊。第一个是个小伙子，体检查出了血糖偏高，还没有到糖尿病的这个状态，他很紧张，来问我，刚叔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就教他3招。第一招呢，管住嘴，什么白糖红糖米面土豆这些都会升糖的，少吃。第二招呢，按顺序吃，先吃肉，再吃菜，让这个油水先这个胃壁挂一层，最后再吃米面糖呢就吸收的慢，不容易一下子升上去。第三招呢，用分餐盘按我们在日本学的那个4分法，1/4呢是主食，1/4呢是肉蛋，剩下的一半全是蔬菜。他问我这个蔬菜干嘛呀？占一半呢？我说蔬菜里的纤维素不是给你吃的，那是给肠道菌群吃的。记住一句话你每天吃一半是给你自己吃的，另一半是为你肚子里那些菌群把它们喂好了，它们才不捣乱，你的胰腺才不发炎。第二个呢，是我老家的一个长辈，种了一辈子的地，天天在地里忙活，吃的真不少，可血糖呢一直好好的。为什么呢？肌肉呢是分解糖的大户，它天天高强度的劳动，糖呢一进去就被分解光了。反倒是那个城里那些吃了不动的，这个血糖呢全堆积在血液里，然后人就会发胖，胖了呢又加重胰岛素抵抗，这样的话你看导致恶性循环。所以呢预防就是那句老话管住嘴，迈开腿。为什么现在糖尿病人这么多？说白了就是吃的多，动的少。
这个预防这件事儿啊，永远比治疗更便宜1万倍。这个小火苗呢，你管不住，等过一段时间啊，就会是一场火灾。这个回过头来看啊，这个张学良能活到100岁，汤姆汉克斯能带着糖尿病啊，照样长时间工作，靠的都不是运气，而是他把刚才谈到那3件事执行的非常好。第一，别再拿没感觉当挡箭牌，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啊，已经迟了。第二，先搞清楚你属于哪一种糖尿病，是胰岛素不够，还是胰岛素抵抗严重，治疗方法是完全的两码事。第三呢，从今天起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最后再吃主食，降低血糖吸收速度。然后呢，运动起来，让肌肉呢把糖分解掉。这3件事值得你抄下来，发给家里那个血糖偏高又不当回事的人。关注刚叔，每周呢我给你解读一次身体的语言。下一集啊，我给你讲高血压是怎么回事。好的，下期见。